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又美疯了，白色花朵裙温柔爆表，37岁状态惊呆全网。近日，赵丽颖现身成都参加某代言品牌的线下活动，全新的妆造风格以及更加端正知性的气质，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相关现场视频曝光后，诸如赵丽颖黑发、赵丽颖白裙好美等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不少人直呼，还是这个风格适合她。只见当天赵丽颖身着一袭白色抹胸长裙，裙摆上有着非常显眼的花朵刺绣点缀，再加上赵丽颖将头发染回了黑色，并向上盘了起来，整个造型端正大气，尽显成熟女性的知性美。在活动现场，赵丽颖的仪态始终保持得非常好，在与主持人互动时的发言也很得体。面对台下粉丝的热情，赵丽颖也是频频与之互动。毫无疑问，虽然近期因为恋情传闻以及一些言论，让赵丽颖陷入到了一定的争议之中，但对于性格直爽的她而言，显然没有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心情与自身的状态依旧非常出色。不过有一说一，虽然赵丽颖此前将头发飘染成了粉发，并且还解锁了更多风格的穿搭，多了更多的野性与调皮感，呈现出了一种过往所没有的状态，但从效果来说，黑发看起来要更适合赵丽颖，特别是再加上了白色长裙时，赵丽颖显然是多了更多的柔美，给人的感觉要更好。虽说造型与穿搭风格是每个人的自由，但对于赵丽颖来说，这样的知性端庄的风格明显更适合现在的她。正所谓一个人的穿搭风格体现了当时的心情与状态。很显然，赵丽颖之前在染了粉发后，在处理一些事情时也变得更加有年轻化，没有了过往的沉稳感，显得有点太过于个性化了。就说之前在社交媒体上对网友的发言来说，就显得有些过于情绪化，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去理会，甚至说原本就能笑一笑就过去的事情。虽然赵丽颖的女王式发言体现了自身的真性情，但却是给她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议与麻烦，甚至于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她的路人缘。而现在在染回了黑发后，可以明显感觉到赵丽颖的状态更稳定，处理事情上也更加的沉稳，这或许也是一种好的改变吧。也相信在换回了原有风格后的赵丽颖，会以一个更好的状态与心情去投入到新的事业周期中。不论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影视作品里，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毕竟37岁的赵丽颖现如今是飞天奖、金鹰奖双料视后得主，并且在电影赛道上也站稳了脚跟，是85花中率先完成转型的存在，在业界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目前00后、05后演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赵丽颖已然是妥妥的前辈了。在新电影《酱园弄》即将上映，赵丽颖能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公众眼前，这本身就能给她带来更多的路人缘，对于影片的票房或也将有所助力。赵丽颖再次以绝美姿态登上热搜，这一次她身穿一袭白色花朵长裙现身活动，整个人宛如步入人间的仙子，温柔、清新又不失高贵气质。网友们几乎异口同声，这状态也太好了吧，哪里像37岁的样子。从视觉造型到气质状态，赵丽颖不仅完成了对温柔女神形象的再塑造，更用实力证明了她在岁月中愈发迷人的光芒。近年来，赵丽颖的造型风格逐渐从早年的甜美清纯，过渡到如今的成熟优压。这一次的白色花朵长裙，是一种将她气质提升至全新高度的表达。抹胸设计不但大方得体，更巧妙勾勒出她的肩颈线条与纤细锁骨，显得恰到好处的性感而不浮夸。而点缀其间的立体花朵则如春日绽放般自然灵动，既保留了少女的柔美，又呈现出轻熟女人的温婉，恰是赵丽颖在37岁这个年龄节点上独有的气质魅力。比起服装的外在美，
赵丽颖的状态更是此次热议的焦点。镜头下的她皮肤紧致，神采奕奕，无论是正面镜头还是侧脸特写，几乎挑不出瑕疵。有人感叹，她是吃了防腐剂吗？怎么越活越年轻？的确，在娱乐圈这个对女性年龄极其苛刻的环境中，赵丽颖能保持如此自然、健康且富有朝气的状态，不仅源于她对外貌管理的严格要求，更在于她内心状态的稳健与成熟。这背后，实则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努力。赵丽颖出道10几年，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小演员，一步步走到如今的影视扛把子、时尚宠儿，每一个阶段的成长都伴随着挑战与突破。她在产后复出后的转型尤为令人佩服，不再拘泥于甜妹角色，而是不断尝试更复杂、更深刻的人物、正剧、年代剧、奇幻剧，她都能游刃有余。而这份不断追求进步、持续自我刷新形象的精神，也正是她能够从少女感自然过渡到女人味，并在不同年龄段中都释放出独特魅力的关键所在。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这次选择的造型团队也十分值得称道。整体造型既不过度华丽，也没有试图去装嫩或者刻意讨好主流时尚审美，而是充分挖掘了她身上温柔、坚韧、从容的气质底色，让赵丽颖的美自然流露，令人感受到一种无声胜有声的高级感。长裙飘飘中，她就像从画中走出来的人物，不需多言，已惊艳四座。而这身造型在社交平台上的讨论也迅速发酵，不少网友自发晒出现场图、生图和高清动图，纷纷表示这不是修图出来的，是她本人真的状态好。路人镜头下也毫无压力，这就是顶流该有的样子，太美了，看一眼就忘不掉。甚至有粉丝感动留言，姐姐不仅美，还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岁月可以温柔以待。双引号。在这股热议中，也不乏一些感慨时光流逝却依旧美好的声音。有人说，赵丽颖的美是一种被时间雕刻后的沉稳与柔光，她没有去刻意抗拒年龄的痕迹，而是选择与之共处、共生，并用一种非常真实的状态去影响大众对年龄感的认知。她的成功不是靠冷冰冰的标签和包装，而是靠一部又一部作品、一场又一场亮相、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证明。更重要的是，赵丽颖的这种温柔与坚定，也悄悄影响着当代女性的自我认知。在以少女感为审美标尺的娱乐语境中，她无疑为成熟女性树立了一个全新的范本，可以温婉但不软弱，可以优雅但不失锋芒，可以自然老去但依旧光彩夺目。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在于年纪，不在于滤镜，而在于你是否真正热爱生活，是否从容地面对每一个阶段的自己。而对于广大观众和粉丝而言，这一次的惊艳出圈不只是一次造型的成功，更是一种情感共鸣的传达。赵丽颖的状态让我们看到，时间不必成为女性的敌人，只要内心充盈，外表自会流光溢彩。她的出现不仅是时尚界的一场美丽惊喜，更像是一个现实世界里的温柔提醒，你可以优雅的长大，不必惧怕年岁，不必迎合谁的目光，只要你愿意，永远都能美得惊天动地。最后，也想借着赵丽颖的这个美丽瞬间，送给屏幕前的每一个你，别害怕改变，也别急着讨好。你不需要成为谁的附属，更不需要成为永远年轻的模板。你只需要成为最真实的自己，那份属于你的独特光芒，就足以照亮这个世界。赵丽颖做到了，我们也可以。愿你我都能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白色花朵群时刻，不喧哗，不讨好，静静的美，也可以惊艳整个世界。王一博逃婚事生活曝光，住进农村，单身自由太爽了。王一博的影视片段被网友创意剪辑成农村不结婚的快乐生活，引发全网热议。这场玩梗狂欢背后，折射出年轻人对生活自主权的向往。而王一博专注事业的形象，恰好成为这种情绪的代言人。从热烈中为梦想拼搏的街舞少年，
到现实里沉浸爱好的自洽状态，他无意间展现了不依附传统模板的勇气。近日，一则关于王一博的趣味话题在社交平台悄然走红。事情的起因是某网友将王一博在影视作品和综艺中的片段进行创意剪辑，配以农村不结婚的生活有多爽的魔性标题，瞬间引发全网热议。视频中，王一博在天天向上体验农家生活时悠闲钓鱼的画面，在这就是街舞中专注练舞的镜头，甚至是在陈情令里蓝忘机独居静室的场景，都被网友重新解读为不结婚人士的快乐日常。这一波二创热潮最早源于王一博在热烈中的表演细节。影片里他饰演的街舞少年陈硕，为了梦想过着简朴而充实的生活，租住在城中村的小屋里，每天除了打工就是练舞。有观众调侃，这不就是当代不婚青年的真实写照？自由自在，只为热爱买单。随后，更多网友加入这场解构狂欢，将王一博过往作品中独处的片段串联成单身贵族图鉴。面对突如其来的网络梗，王一博在最近的路透视频中露出困惑又忍俊不禁的表情，被粉丝调侃正主亲自认证蒙圈现场。其实这种集体创作背后，折射的是年轻人对多元生活方式的探讨。就像某位社会学博主分析的，当农村不结婚这个反套路标签遇上王一博这种专注事业的青年偶像，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大家不是在调侃婚姻本身，而是在表达对生活自主权的向往。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玩梗风潮中，王一博的人设反而更加立体。无论是他在《冰与火》中饰演的孤胆警察，还是现实中对摩托车、滑板等爱好的极致追求，都强化了专注自我的公众形象。有剧评人指出，观众能从他的角色里看到不依附传统人生模板的勇气，这种共鸣远比单纯玩梗更有价值。随着话题发酵，更多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现象背后的代际观念变迁。某篇获得10万加转发的文章写道，当农村不结婚成为年轻人自嘲的梗，反映的其实是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婚恋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王一博无意间成了这种情绪的代言人，因为他展现的生活方式，无论是荧幕角色还是私下爱好，都呈现出高度自洽的状态。面对持续走红的话题，王一博工作室并未刻意营销，反而在最新发布的 Vlog 中延续了这种沉浸式单身的趣味。镜头记录下他在片场间隙独自拼乐高、深夜练舞到忘我的场景，配文一些不需要解释的快乐时光，被粉丝笑称官方亲自下场玩梗。这种不回避不炒作的应对方式，反而让话题热度自然沉淀为大众对演员专业度的认可。从文化传播角度看，这场网络狂欢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当代青年偶像与粉丝群体的新型互动模式。当严肃的社会议题被解构成轻松幽默的段子，当演员的表演细节成为大众情感投射的载体，所谓的梗文化实际上搭建了明星与观众平等对话的桥梁。就像某位网友的精彩评论，我们不是在消费王一博，而是借他的光影碎片拼凑出自己理想的生活图景。在这场持续2周的玩梗热潮中，最令人玩味的是各方达成的微妙共识，粉丝们享受着创作快乐，普通网友获得情感共鸣，而王一博本人则用专注作品的态度，完成了对话题最优雅的回应。或许正如某娱乐观察者所言，真正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标签，就像好的表演不需要刻意证明。这场全民解构的终点，恰好回归到了演员用作品说话的本质。结婚、生子、进城、稳定曾是上一代人对幸福人生的标准定义，但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尤其是在被快节奏裹挟的当代社会，那种单身加乡村加自由的组合，反而成为不少人内心最真实的向往。而当王一博这个顶流偶像被爆出逃婚式生活，独自住进农村，过着远离喧嚣的清静日子，这种反差的生活选择不仅震惊了不少粉丝，
更引发了一场有关现代人是否必须结婚、农村生活是否更真实、自由与安稳哪个更重要的大讨论。对于王一博而言，逃婚并非字面意义上的逃避责任，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生活方式的体现。他没有走上大众对艺人、男性、偶像所设定的感情必有归属的传统路线，而是在资源巅峰、流量热度居高时，选择了退一步，为自己的人生打开一个别样的空间。田园、孤独、清静、不婚、不被打扰，这些词曾一度被认为是退场的标志，但如今他们却成为当代年轻人羡慕的生活关键词。当下的娱乐圈充满了流量竞争与舆论压力，艺人们时刻需要在镜头前保持完美，稍有偏差便会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但王一博的选择打破了这一模式，他不再刻意制造情侣人设，不强捆 CP， 不迎合某种恋爱氛围，而是真实的活出自我，甚至在多个节目和采访中展现出他对孤独的热爱和对群体婚姻期待的抗拒。这不仅是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更是对公众人物如何定义幸福的反思。农村的生活并不等于退隐，恰恰相反，正是在田野与山林之间，人们才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王一博选择这样的生活，是一种对繁杂都市的出走，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回归。他可以早起骑行，在溪边发呆，也可以窝在院子里听风、读书、晒太阳。没有婚姻的框架束缚，没有都市的节奏催促，这样的单身家乡居生活，对比娱乐圈那种高压和规则密布的环境，显得格外珍贵与治愈。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因此停止自我精进，他依旧在拍电影、参与赛车、代言一线品牌，事业全面开花。生活的选择与职业的专业性并不冲突，反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状态。在公众面前是全能的王一博，在私下则是那个安静自在的邻家青年。这种双面人生不仅没有让人觉得脱节，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真实感与可信度。这正好印证了那句话：真正厉害的人早已不靠婚姻来定义成功。过去人们习惯用成家立业来衡量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但如今独立且自由的生活成为了越来越多人追求的新目标。王一博的选择也许无法被所有人认同，但正是这份我就是我，不为他人期待而活的坚定姿态，让无数年轻人从中看到了可以参照的方向。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逃婚式生活并不是对婚姻的全盘否定，而是对非结婚不可的传统观念的挑战。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进入婚姻，也不是所有人都必须按部就班完成恋爱、结婚、生子的人生模板。对于一个拥有高度自律、自我规划能力与独立人格的个体来说，单身不是没有人要，而是我自己选择，这才是最大的底气。我们也看到，在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年轻粉丝留言表示，其实我也想像王一博一样，去山里住一段时间。他让我知道，不结婚也可以很快乐。选择孤独，不等于失败。王一博的生活态度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年轻人对生活的理解。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只要你真诚地对待内心的需求，就不必为别人的期待活着。而对于娱乐圈本身来说，王一博的这种逆行式选择，其实也是一种刷新。娱乐行业一直强调热度、关注度、曝光率，但王一博却反其道而行，从热中归冷，从聚光灯下走入自然之境，用极致克制换来无限扩张的认同。这种热而不燥、冷而不离的稀缺气质，让他在一众明星中独树一帜，也让他的商业价值、作品影响力甚至公众喜爱度始终保持在极高的水准。写到这里，我们想说，王一博从来不是传统意义上按剧本发展的艺人，他不依赖人设，不活在流量漩涡中心，而是始终保持一种低调且强大的存在感。他不婚、不急、不媚俗，用真实与自由走出了一条专属于自己的道路。而这种道路，
或许也是当代人越来越想要抵达的远方。最后，想对正在读这篇文字的你说，你的人生不需要任何人来定义。结不结婚，住在哪里，过怎样的生活，都是你可以主导的命题。像王一博那样，听从内心，勇敢选择，也许孤独，也许不合群，但请记得，真实永远比热闹更重要。愿你也能在纷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在自由的节奏里安心生活，慢慢成长。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